今天是2024年6月26日，我们将要开始一趟为期14天的日本旅行。接下来将用几支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旅行的一些风景感受和一些避坑的 tips， 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凌晨6点，兴奋的心情拖着疲惫的身体，打车前往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这里有一个小提醒给大家，首都机场 T3 出境的区域商业开放的非常少，餐饮更是寥寥无几，而且巨贵。如果从 T3 出境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如果临时想在登机前吃东西，一定要考虑上排队的时间。T3 登机口的休息区视野还是挺不错的，可以坐一会儿看看飞机起飞什么的。休息一会儿就登机出发了，由于没有提前预约值机，到现场值机只能选中间的座位了，没有办法看到风景，所以只能看看飞机的飞行地图。没想到发现到成田机场的航路需要绕一个大弯儿。落地成田之后呢，带着激动的心情就踩了一个坑。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事儿，成田机场的交通一定要提前做一下攻略。由于之前来过一趟东京自以为对这边的交通已经掌握了，所以有点放松警惕了。从那个换乘案内那个 APP 去查到去品川站的这个路线，是先乘坐一个 KS 线，然后再转乘 JY 线，大概1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然后出海关之后呢，看见这个 KS 口就下去了，刷的是那个 IC 卡，然后到站台里看见一辆同样方向的车就上去了，然后坐在车上发现这其实是一辆慢车，直接最后导致了我用了大概2个多小时才到品川。这里实际上要做的是一个叫天空快线的一个特殊的线，中间会少停很多站，所以一定要提前看好去哪个站台，这个非常重要，否则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这次呢，虽然伤害不大，但是侮辱性有点强，因为我已经是第2次在成田机场的交通上栽跟头了。上一次是从市区往那个成田机场去回国，查到的路线应该是坐一趟快车。我提前到那个站台之后，看见过来了一辆车，而且方向就是开往成田机场的，没多想就上车了。最后发现也是慢车，比我查到的那趟车是提前了10分钟上车，最后到成田机场是比我查到那辆车的时间要晚到了半个多小时，所以里外里实际上我可能损失了将近有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一下，成田机场的交通千万一定要提前做攻略。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来一事，上次在成田机场值机，还走错了值机柜台的区域。它那个值机的区域分成2个大区，像一般机场都是 A B C D E F G 这种顺序排下去一片，但是这个机场它有2片都是 A B C D， 所以一定得提前看好自己的票，是在自己的票自己的航线是在哪个区域去值机，不要只看那个柜台的字母，否则如果你先去排了队，然后排到位置才发现的话，那时间上的损失相当的可怕了。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一定要注意，成田机场一定得提前做攻略。坐错车这个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于
也不用慌，反正也是能到的。看看车上播的小广告、小节目也还挺有意思的，顺便欣赏一下外边不一样的街道风光。出来玩嘛，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一个好心情，对吧？我们选的酒店是这个品川的王子酒店，因为网上看到它性价比还是挺不错的，离地铁站也很近，房间在日本东京来说也不算小的了。到了之后呢，发现这个酒店整个的占地面积特别大，然后分了不同的塔楼。比较要命的点是，不同塔楼的 check-in 需要找到对应那个塔楼的前台来办理。比如我们订的是附属楼的房间，就不能在主楼去办理，需要到附属楼去办理。然后附属楼呢，它的大门是比较隐蔽的，进门的时候像是一个商场。如果对这边不是很熟悉的话，就很容易怀疑自己走错了。然后进到商场之后呢，需要坐电梯到7楼去办理入住手续。如果要回房间呢，还需要到这个楼层去换乘电梯，才能到楼上的房间里去。所以订这家酒店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去看好了自己订的到底是哪个塔楼，然后查好地图，从哪儿进去办理入住。另外，这个酒店呢有一个小缺点，就是酒店的附近便利店只有一家711，但是呢，这个酒店住的人非常多，所以这家711在结账排队的时候啊，就会排非常非常长，尤其是早餐和晚餐的时段。可能是因为这个酒店的餐食确实有点小贵，所以在便利店买的话会实惠很多，所以这家便利店的排队人数就非常的多。然后再说一下品川这个车站，我们到的时候这个车站呢，它正在施工，然后这个站呢也挺大的，这里边有新干线，有 JR， 还有另外一个好像是叫京急线还是什么的。这几条线呢，要进站都需要单独的去刷卡进去，然后里边呢是不通的。如果刷卡从一个站到另一个站是需要刷出去再重新进的，所以如果走错了的话，就要进去之后再出来，再走另一条路去进站。但是因为这个站呢还在一个施工的状态，所以它的提示也没有很完善，所以就需要大家自己在进站之前一定要看好那个路线的提示。到这里的第一天没有安排什么行程，就是简单休息一下，然后出去逛逛，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在车站的商场找了一家环境看起来不错的小餐吧，简单吃点晚饭，没想到还挺惊喜的。这家的咖喱牛肉蛋包饭真的超级好吃，蛋非常的滑嫩，分量也很大，牛肉也很有味道，而且又嚼劲又不太硬。没想到在商场里的这种小店水平还不错。坐吧台的话，还可以欣赏一下主厨的上下翻飞的操作。一不小心就吃的有点撑了，出来逛逛街消化消化，顺便考察一下这边西瓜的价格。没想到品川这种比较偏僻的地方人还挺多的。梅雨季来日本的好处就是天气不会特别的热，晚上甚至稍微还有点凉，需要穿件长袖。第一天的行程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去逛东京的市区，下支视频继续跟大家分享，拜拜啦。